挖出老祖宗，我们就有救了！快！敌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！老祖宗在天之灵，一定要原谅不孝子孙。这是第108次挖您老人家起来御敌，子孙们都记在心里。回头一定给您老人家多烧几个西域道语下去。据武家族谱记载，这位名叫武吉道的老祖宗，乃是体修专修肉身，江湖人称推土机，曾横推了一个时代。而他独创的体修之法，推演出了人体灵气运行周天帅派3.1415926553的精确数字，提出了人体黄金比例的重要思想。可没想到死后1000年，却被不孝子孙挖出来御敌，只因其遗体不仅能抵御极道地兵的攻击，还能躲避天劫。将他丢向敌人，还会发生毁天灭地的大爆炸。你们快去挡住敌人，我继续挖老祖宗。杀！是谁上次埋的老祖宗？他喵的为什么要埋这么深？老祖宗给我出来！老祖宗挖出来了。老祖，请您原谅不孝子孙。你们这群贼子，全部去死！武士族人都趴下！老祖宗万岁！老祖宗万岁！老祖宗太强大了！我建议把老祖宗的棺材抬出来，就放到祠堂中，方便随时动用。不可！我们3番5次的利用老祖宗的遗体，已经是大不敬。如果再不能让老祖宗入土为安，那我们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不孝子孙。不可！老五、老六，你们老糊涂了吗？我们武家已不比往昔，强敌随时都会杀来。既然有老祖宗这样的杀敌利器，为何不用？如果今天能早点挖出老祖宗，老四就不会死。唉，那就依大长老之言，将老祖宗的放置祠堂，暂不入土。2长老、3长老，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既然族长和诸位长老一致同意，那么老祖宗就暂不入土，棺材搬入祠堂供奉。另外，每次都把老祖宗的遗体丢出去御敌，实在太不文雅，丢老祖宗的人。我建议把老祖宗祭炼成战斗傀儡。难道老祖宗生气了？系统扫描宿主，宿主是千年老祖宗的遗体，经审核符合老祖宗系统准入门槛，系统绑定成功。子孙正在挖宿主坟墓，你一锄头我一摇头，不孝值+1+1+1，子孙将你的遗体丢出，灭了1013个敌人，宿主死后都在杀戮，真是不得安宁。你的子孙还哈哈大笑，不孝值乘以10000，子孙不打算让你入土为安，还想将你炼制成战斗傀儡，不孝值达到了10000以上，不孝值突破天际，系统激活，复活程序启动，宿主意识复活成功，不孝值耗尽，宿主肉身太强，复活失败。系统提示：宿主已死亡1000年，复活状态仅限于灵魂意识复活，具有无感，肉身仍是挺尸状态哦。1000年了吗？没想到自己死了1000年后还能再复活。我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内视身体状态，五脏六腑已经萎缩，内在的筋骨和血肉也开始变黑腐化。若不能将灵魂修炼上去，也许再过个几年，我就会变为一堆枯骨。正当我思考之时，系统却突然跳了出来。叮，新手任务：宿主的子孙品德败坏，竟然挖掘宿主坟墓，请宿主教他们做人，从尊老爱幼做起，让他们敬畏先子，互亲互爱。你的子孙正在祭拜你，孝敬值+1+1+1+1+1。孝敬值，这是什么？族人对宿主祭拜，就会直接产生孝敬值，心有多诚，孝敬值就有多高。孝敬值不但延续宿主清醒时间，还可以兑换老祖宗咒术。片刻间，孝敬值达到了50，我有些惊讶，当即朝外看去，这里是柳氏祠堂，而我的棺材被放在了正中间。原来在我研究系统的这段时间里，族长和长老们已经将我的棺材抬进了祠堂，以防下次敌人来犯。
记得当年我立下了108条族规，其中有一条就是对祖宗不敬，杖毙，3月不得入土。看来这群不孝子孙完全是忘了这条族规。正当我咬牙之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声音：“万上万岁！上香，叩头。”老祖宗，您吃好喝好，今儿个又借您老人家遗体杀了几个人，您老人家受累了。族长孝敬值加50，五长老加100，六长老加100。原来头顶飞出的绿色数字就是孝敬值。五长老和六长老最孝敬我，这3个老家伙加起来不足50，根本不把本老祖宗放在眼里。怎么还有负50呢？武超不愧是我们武家最杰出的天才，21岁，心性出众，对先祖尊敬，修炼天赋绝佳，已经练蛊，快突破逾越境了。还是大长老教导有方啊！你教徒弟的确有一手。哪里，都是托老祖宗的福啊！这老家伙多么敷衍，嘴上托我的福，心里怕是在夸自己吧？这货还往死里祭拜啊！此族人非宿主族人，是陆氏奸细陆无双。难道我眼睁睁看他祸害家族？宿主可以兑换老祖宗之怒中的赤诚相待咒。赤诚相待咒让虚伪的人讲真话。不错，那就兑换赤诚相待咒。被施咒者非族人，作用仅2小时，请确认是否施咒。确认。赤诚相待咒。诸位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根本不了解我，连我今天我都遭了地给我。我要开诚布公，谈一个我隐藏20多年的大秘密。宝贝徒儿，既然是秘密，那就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千万别拦我，你千万别拦我。大长老，你再拦我，我就跟你急。恕我直言，在座的诸位都是渣渣垃圾。老家伙，你其实是个大傻子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在我心里，你真的是个大傻子。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赤诚相待，我没有骗你。放肆！在老祖宗神位面前，岂能胡言乱语？什么老祖宗？我不叫武超，我叫陆无双。陆氏家族嫡传子，陆家族长杀了一对难产夫妇，把我换成了武超。武大郎以为我是那孩子，抱走我养大。我姓陆，叫陆无双。陆家族长承诺，我学会武家体修功法，夺得家主之位，就联手取代武家。此事如此隐秘，你为何当众说出？我说过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就是赤诚相待，有什么秘密就该大声说出来，不是吗？叛徒，上路吧！记住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就是赤诚相待。今天这武超也太诡异了吧，感觉像是变了个人。他到死都在说赤诚相待，真诡异啊！莫非是老祖宗显灵了？也许真的是老祖宗显灵了。什么叫也许？就是老祖宗显灵了。武大丙孝敬值加50，武二丙加45，族长孝敬值加100，武长老加200。老祖宗见谅，娃儿饿得厉害，借大猪头填肚子。等娃儿长大，多养几头猪孝敬您。武家当真落魄到吃饭都成问题？拿了老祖宗东西，不上炷香吗？还是武长老孝顺。
老祖宗，武家一年不如一年了，米粮将尽，生意做不下去，这个冬天怎么过？前年冻死7人，去年冻死6人。老四死了，我对不起他。老祖宗，请给子孙一个指示吧！老祖宗，老祖宗。千年岁月，名门望族何以衰落至此？这个子孙担子很重，怕是重度抑郁。兑换意气风发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意气风发咒，去。痛苦是一天，拼搏也是一天，何必活得这么累？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，感谢老祖宗。老五，你可不能疯啊！老六，别毛毛躁躁的，人活着就该充满希望。家门不幸，早上老四没了，下午出了奸细，晚上老五又疯了。老祖宗，武家是不是气数已经要灭族了？兑换斗志昂扬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斗志昂扬咒，去。对，男人就该雄赳赳气昂昂，以前活得窝囊，作为长老该起领头作用，是男人不服就干。我要做斗志昂扬的纯爷们儿。感谢老祖宗指示，六海一定做斗志昂扬的领头羊。话说这个咒术能持续多久？宿主放心，咒术对族人无时间限制，不解除就永久有效。吴族长，昨天那一战，全凭老祖宗在天有灵保佑。吴族长说话真有意思，1000多高手全灭，武家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连灵后宗掌门都成了干事。武家老祖宗神威，我们2家以后定当为武家马首是瞻。人活着就该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是男人，不服就干。5长老、6长老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打算按老祖宗规矩，一日3次督促族人修炼。我要效仿老祖宗，重建镰刀军。还好，这3个还正常。随我去给老祖宗上香，那几样东西得藏起来。那几样东西是该藏起来。老祖宗，武家遭难全因此物，放到您身边最安全。老祖宗在天之灵，一定要原谅我们。族长，快看，这是不是失传的3阳炼体诀？都让开，让我摸摸看。我摸到了3阳炼体诀、一拳大日、一阳指，还有推土机秘术。推土机秘术！天哪！族谱记载，老祖宗肉身膨胀如金刚，万夫莫敌，就是因为修炼了这个秘术。族长让一下，我也要上手摸摸老祖宗。只有3阳炼体诀和一拳大日，没有一阳指和推土机秘术。不可能，这不是吗？每人摸到结果不同，因为运气、悟性、资质不同。此事是武家机密，不能泄露。每隔1天查看一次老祖宗身体变化。不过这样的话，包裹就不能压在身下了，还是得放在老祖宗身上最好。族长，包裹里的东西什么来头？敌人袭击与此有关吗？此事干系重大，但今天就说一说。100年前，天外飞舟从宇宙深处坠落恶风海，飞舟编号007，坠落那天，恶风海死了无数人。云皇朝下令监天阁查探，但阁主怕死不敢去，于是他派了麾下高手招募亡命之徒和寿元无多的老祖。谁曾想，他们从外围得到了神奇的玉简、丹药和武器，功法不属于云州大陆，超越所有武林秘籍。寿元无多的老祖吞下丹药，白发变黑，寿元大增。然而1个月后，非洲沉没无尽海域就此消失，得到宝物的人返回。短短几年，几个神秘宗门和世家迅速崛起。天蝎岛深处的武道圣地，就是当年那些老祖创建的。
城中3大武道世家也是从那时崛起。100年中，无数人冒险寻找非洲，都想再得宝物。可就在1个月前，非洲却出现在天蝎岛外3000里海域。我认为这是武家崛起的大好机会，于是我们设下龙门客栈计划，用毒酒暗器杀了他们，夺得了这个包裹。包裹里有3样东西：地图、功法、玉佩。但功法文字看不懂，玉佩也无用。唉，天舟还在海域中，龙卷风将起，天舟很可能搁浅在天蝎岛海岸。是男人，不服就干！得到宝物，武家重现荣耀。所以我才建议把老祖宗练成战斗傀儡，带上探索非洲。到那时候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天舟就是我们的后花园。有老祖宗在，我们就是无解的存在。谁敢挡，就把老祖宗丢出去。挑个黄道吉日炼制傀儡吧。日子定在后天，再给老祖宗上炷香。嘿，老祖宗勿怪勿怪。这地图一定很值钱。您老人家躺好，别闪着腰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让你感受老祖宗的爱。兑换文版老祖宗之爱，闻鸡起舞咒。去！晨晨，有什么委屈，我给你做主。我没有委屈，我只是忽然悔悟了。悔悟了什么？我以前好吃懒做，偷鸡摸狗，还放屁。从今天起，我要闻鸡起舞，勤奋修炼。啊！闻鸡起舞，为家族强大而奋斗。淬体拳第1式、第2式。淬体18式，我当年创造的。散了，不要打扰他。晨晨醒悟是武家的福气。天哪，他突破到炼蛊了！难道他这是顿悟了吗？我说过，我要为武家强大而奋斗。从今天起，闻鸡起舞。好得很。晨晨有此决心，值得表扬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强大而奋斗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强大而奋斗。带他下去休息，这样修炼会没命的。族长，能不能再开棺材？我们想摸老祖宗。现在不行，族人太多，等晚上，今夜子时叫上大长老他们一起摸。好。每个族人只能用1个咒术。武家需要老狐狸般的族长，不择手段。兑换老奸计划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老奸计划咒。去。老夫有一计，可使武家称霸混乱黑街。好消息，武念念比武招亲，无年龄限制，70岁老大爷也能成为武家乘龙快婿。为什么不限制年龄？不知道天蝎座老不休多吗？武念念可是混乱黑街第1美人，还是天蝎城佳人榜第5，身材1级棒。武家那女娃，我记得极品呐。老张，你都80岁了，得到了也只能看着，不像我腿好腰好身体好，何该我享用？
云伞升天了。是。笔墨来。天相似，天相似。比武招亲，亲自去一趟。去查查这个武家。遵命，府主。族长，小姐屋子里有人进去了。是谁？都王府少府主卓天佑。鱼儿上钩了。族长，你喜欢念念？族长说笑了，她是我堂姐，我不敢。卓天佑风流驰性，出入烟花之地，我怕他毁念念清誉。你去盯着念念，保护好她。好，我一定保护好念念。忘了给你说，其实念念是你的表姐。我一定保护好表姐。其实念念是你的亲姐姐。等你爱过痛过，就长大了，就能晋级愉悦境了。晨晨哥，念念姐和谁在房间？他们好欢乐呀！那是一个骗子，大坏蛋，在骗你念念姐。爹爹和娘亲睡觉的时候就会关灯拉窗帘。想想，想不想吃猪猪？那是猪，不是祖。长老说吃祖是大不敬。拿去问问念念姐，她不吃就归你，快去。念念姐，晨晨哥给你送猪耳朵，他还吐了口水，好恶心啊！晨晨哥，念念姐没在房间。不好，卓天佑带走了念念。凝神静心，突破化龙境有望了！天助我也！族长，不好了，卓天佑带走了念念。不用担心，明天一早他就回来。回去修炼吧。老祖宗保佑我破关晋级化龙境。老奸怪华咒已撤销。老祖宗之案一帆风顺，去。武家不能没有武宗，必须突破。为何如此自信？我突破了！大武宗圆满，难道是老祖宗显灵了？子孙无害，感谢老祖宗保佑。一帆风顺咒已撤销。老奸怪华咒已加去。族长，你太冲动了。愉悦境突破化龙境极难，整个黑街只有3个武宗。老了，这辈子突破不了愉悦境了。行了，你们先都走吧。
提修突破本就不易，何况化龙境。武宗，还是大武宗，你没有受伤，突破成功了。的确是大武宗，比一般大武宗还强。全凭老祖宗在天之灵保佑。今天老祖宗特别灵验，你们要不试一下？试试无妨，没突破感觉也不会受伤。哦，想突破瓶颈，就得认真祭拜老祖宗。心诚则灵，老祖宗看得清。求老祖宗保佑。感谢老祖保佑，老祖宗我爱你。感谢老祖宗在天显灵。你们突破了武宗，我们就盘坐着，然后就忽然突破了。老祖宗，您老人家也太偏心了呀！不要怪老祖宗偏心，你们用心没数吗？刚才心烦意乱的厉害，我也心烦意乱，坐不住。召集卡瓶颈的族人祭拜老祖宗一次，每人1颗破镜丹，就说新研制的。老祖宗，您可不能再偏心了啊！族长，念念他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。新研发了破镜丹，可助突破瓶颈。祭拜老祖宗后领药，当场吞服，用心祭拜，不可敷衍。老祖宗在天有灵，看着你们。子孙52饼给老祖宗磕头了。悠着点，别把自己磕死了。子孙52饼给老祖宗磕头，52饼13次，13次。老祖宗之爱，或恍然大悟症。去。大武宗，破显人大悟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或显人大悟咒，去。天蝎岛天骄榜前10，该有我们武家一个位置了。念念喜欢天骄榜前10的高手。天骄榜前10吗？好，就是你了。
小哥哥，来快活。何人在敲天骄鼓？在下混乱黑街武晨晨。敲鼓为何事？我要挑战天骄榜第3，卓天佑。你有何资格？体修，肌肉暴雷！原来是武家的人，后生可畏。你有资格挑战。传令，天骄战，卓天佑接战！你生病了，受了风寒。带你去我家拜老祖宗，很灵验的。拜一拜就能好？当然，我家老祖宗可灵了。念念，祭祖不能治病。好。有空陪你回去。学长，座位还没个人担几杯心境呢。出招吧！徒手，你不行。老祖宗保佑！超常发挥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超常发挥咒。我败了，多谢手下留情。承让了。臣臣威武！一指头戳败天骄榜第3。武晨晨，你身上有第2代推土机的希望。一凝之，居然还有体修传承。伤这么重，要不要拜拜我家老祖宗？你家老祖宗是止血散的吗？我去请示父亲。恭贺武晨晨摘获天骄榜第3。报归好，干上了！晨晨提大蝎子了！哈哈哈哈！恭喜武家，恭喜武晨晨。君无双会禀报城主，今夜突袭，扫平黑街。明白。他总算跟我来了。2个大武宗，小心行事。晚辈卓天佑见过各位前辈。丫头干得漂亮。祭拜老祖宗要自己买纸香才有诚意。少宗主，这老狐狸没安好心。我知道。武家怎么和都王府搭上了？是啊，得赶紧禀报将军，今晚可以动手了。卓二兵，武家实力竟如此之强，少督主小心。我们武家的老祖宗清贵着呢。老祖宗是武林神话，推土机，体修之祖，恨不能同代。这卓天佑会说话。念念，一定要把卓天佑骗来倒插门，为了老祖宗做出牺牲。我愿意为武家牺牲。他真的好帅。手下败将，还敢来泡我的人？跟我来。
我带你祭拜老祖宗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心有诈！这里鬼气森森的。棺材里的是武家的老祖宗吗？自然是我们的老祖宗。我们继续身份，我要查验一番。你敢？老祖宗的尊毛岂是随意给外人看的？不让我看，就不让少督主进去。督主交代，必须弄清武家秘密。棺材最诡异，万一棺材里藏着刺客，伤了少督主，谁来负责？族长，这既然如此，那便打开棺材，给你看看吧。族长何时变得如此心狠？老奸怪猾呀！没有机关，没有毒针，没有毒气，安全。这个老家伙是个老江湖啊！竟然栩栩如生，吓我一跳。还好是尸体，肉身千年不朽，真不愧是体修老祖。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护体罡气，真的是护体罡气！师尊推脱一辈子都没得到的护体罡力就在这里。卖主求荣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怒，卖主求荣咒，去！海兄，武家缺打手吗？大武宗级的。这老东西怎么回事？5万两银子，或者强大功法，包年包月分期都行。背叛都王府是死罪。卖主求荣又怎么了？修武之人为自己而活。又是老祖宗显灵，和武超一模一样。我应了，但今晚跟我们去杀人，以示诚意。嘿嘿嘿，杀人是我的爱好，我还知道都王府宝藏藏在哪里。海兄有没有兴趣？绝对是被老祖宗显灵了。昔日断肠散，老祖宗研制的，每7天需解药。没问题，我吃。还有吗？尽管使出来。7日夺命丹，嘿嘿，再来几颗，不吃个10颗8颗，你不信我？既然如此，不客气了。还不够。我赵老三给督主戴绿色帽子，天佑是我儿子。卓天佑是他的儿子，都王被绿了。赵老哥，我相信你了。海兄，我加入都王府是为老婆孩子还有剑法，可都王太自私，传剑法不传心法，连天佑都不传。太看到老祖宗的护体罡气，我才明白，这才是我追求的武道极境。老祖宗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，是我们武家的骄傲。只恨自己姓赵不姓武啊！绿了都王，生了儿子，布局几10年，人才啊！赵老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赵老，你还好吧？好的不能再好了，进来吧。这威压竟比天蝎殿还强。祭天，祭地，祭老祖宗。按照族规，卓天佑下嫁武念念了，到插门，以后就是亲家。那武家老祖宗就是我赵老三的老祖宗了，攀高枝了。此事不能和天佑说，都王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还是我的主，必须从长计议。吴海这小子把老祖宗的咒术发挥到极致。你还有机会，再进一步打败族长，念念就是你的。公鸡，给你陈歌唱起来！我要变强娶念念。除非公鸡死绝，否则谁也不能阻挡我。1000年以前，老祖宗引领武家成为王族，何等荣耀！可是今天呢，我们却蜗居黑街，被敌人杀上门，
简直丢尽老祖宗的脸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手里的刀磨亮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刀也亮堂了。五路出击，今夜之后，武家称王。大武宗被一拳轰杀了，这难不成是早已失传的体修功法一拳大日？准备一份厚礼，明天送去武家。再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要么请族长支援，要么祭出老祖宗。好，对，把老祖宗丢出去。老祖宗是传承之源，不能损伤。鱼龙，如果族人都死光了，还要老祖宗做什么？武大郎，武家5个武宗竟然被围攻，太废了！全是怯战情绪作祟。本老祖作战时可从不知害怕二字。老祖宗之怒，汉不畏死咒。去！黑龙堂老堂主，大武宗死这么惨。这武家还有都王府的赵老三，他们太过分了！武家藏的真神，还有大武宗，都王府和武家勾结，要控制黑街。告诉城主，就说都王府也参与了。四长老，你在天之灵看看吧，我们为你报仇了。老祖宗，子孙们给您长脸了，您放声笑，大声唱吧。这肯定是老祖宗显灵，只有老祖宗才有这样的伟力。若非老祖宗显灵赐你们勇气，今天能战几人？感谢老祖宗在天显灵。城主命我送来贺礼，恭贺武家一统混乱黑街。多谢城主美意，请将军进府喝茶。城主希望武家不要与都王府走太近，别忘了天王府。请转告城主，武家会小心的。告辞。不想和都王府走近，但赵老三这步棋太好了。我昨天是傻了吗？背叛都王府，写投名状，吃毒药，我特么的这是见鬼了！昨天一进那个祠堂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难不成？赵老哥，开门。赵兰三。赵老哥，昨天的事你还记得吧？江湖险恶，我竟遭背狱，可以谈谈吗？真的不能谈谈？173、37弟、56、95，你无耻！这数字可是你亲手量的，现在可以谈谈了吗？关门，深入交流。吴念念怎么还不出来？抱歉，念念被都王府少都主看上了。老祖宗保佑我有一张能把男人说怀孕的嘴。无敌嘴子咒，消耗2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无敌嘴子咒。去。诸位朋友、老少爷们儿，感谢参加比武招亲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武功更上一层楼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老祖宗，快住手！我要死了！快来报名，镰刀军！今天学习《老祖宗传》第1章第1回，第一代老祖宗的逼格。武家第一代老祖宗武极道，逼格之高，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。武家老祖宗逼格无量啊，萤火与皓月。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，歌颂老祖宗，明天交。包吃包住，餐餐有肉，还有神秘丹药奖励哦。混入武家，盗取丹药，远走高飞，正合我意。
怎么把棺材放祠堂？武家死人了。在下张三，江湖误称黑手章；在下李四，江湖误称铁脚李。黑手章、铁脚李，成名多年的老江湖。久仰大名，欢迎加入镰刀军。武海的气息如深渊，大武宗深不可测。晨晨，照顾好2位前辈。多谢。如何？这2人可信吗？老油瓢子，不可信。我去喂药，7日断肠散加3天夺魂丹。善。二饼越来越得力了。吴二饼进步很大，值得多些关爱。给他什么咒术好呢？咒术如抓药，需对症下药。先观察吴二饼的缺点，等子孙人人如龙，便是推土机时代。炫武念念，一阳指秘籍自己编写的，威力略降。有此秘籍，老都王必慎重考虑结盟，力促联姻。若失败，扶持天佑上位，都王府宝藏都是武家的。善。天佑哥哥，我会想你的。虚伪的女人，回去就发兵灭武。昨天有，海誓山盟永不变心。你们都给我等着吧！不妙，这小子要失控。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关于你娘和我的故事。念念越来越聪明，演技越来越高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给点好处就找不到北。江湖险恶，女人越来越套路。像小小娘亲那样的女人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去拜拜老祖宗，让老祖宗开导你。1000年前，我武功高，长得帅，情债累累，什么仙子圣女全都排着队为我跳河白头。我死时陪葬队伍都排到城外了，这次复活怎么一个陪葬的都没看到？他们和谁埋一块了？小小他娘，你在哪里？老祖宗，小小他娘是春天里最美的花。嘴里的爱不值钱，房子和票子才最真诚。二饼太长情，感情羁绊会阻碍武道。佛口舌心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爱，佛口舌心咒。去，小小他娘死了多年，该放下了，得再娶一个续媳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这2个家伙要干什么？洗澡。确定族长闭关了？确定即肯定。族长知道了怎么办？暴风雨央至，天舟搁浅，武道圣地都会出手。不借老祖宗，武家会错失大机缘。动手！心里丝毫没有我这个老祖宗。镇尸符，贴老祖宗额头3寸。怎么回事？别怕，湿气而已，塞进去。这样不好吧？毕竟是老祖宗。敢塞本老祖嘴里，等会神位下就给你们加牌位。战斗傀儡秘术，花大价钱从赶尸派买的，能发挥尸体60%力量。老祖宗60%力量，扫平一切敌。天舟宝物都是我们的。天舟机缘不小，我也有一搏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还就不信了！你疯了！老祖一旦出事，你负不起这个责任。2个废物，还是我自己炼制自己吧。现在控制权不但在我手，而且我还能借傀儡力量行动，完美。老祖宗怎么样了？炼制失败了吗？快看，我们把老祖宗祭炼成功了！那是我把自己炼了。我准备扩建武家，修建3座堡垒，祠堂修成9层石塔，老祖宗神位立第9层，镇压气运。请老祖宗见证，子孙一定完成任务。不过武大郎光说不做，
得给他警示。言出必行咒，消耗100孝敬值。老祖宗之怒，言出必行咒。去！我真不是个东西，说过的话每一件算数，我就是个嘴子。大长老怎么了？老祖宗又显灵了。大长老有什么事说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折磨自己。我忽然醒悟，做人要言出必行，不能空话连篇。想想曾经的自己，真的太丢人了。太阳大西边出来了，大长老在反省自己，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。1个多月了，武晨晨气质大变，越来越像当年的我。族长，晨晨辛苦了。族长的风行步越来越快了，我摸了好多遍老祖宗都没摸到。老祖宗的功法不容于口比，编纂的威力大减，只能靠你自己机缘。多谢族长指点，多摸几次，总会摸到的。混乱黑阶真的姓武了，师傅猜的没错，武家还有体修传承。大首领承诺，再立一功就引荐族长赐体修功法。脱外套，变便衣行动，找可疑之人。今天又无功而返了。杨爷，请用茶。玫瑰花的香味。杨爷，我就是去红楼找相好的。别装了，活死人派血玫瑰。掩护撤退，其余人跟我上，杀了杨守安。杀，一个不留。我们是无辜的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掌柜，放轻脚步，随我行动，目标石马巷。是。抓了条大鱼，可惜死了2个兄弟。大首领会重赏队长的。活死人派的人，大首领会感兴趣的。给他漂亮脸蛋儿来一下。属下杨守安参见大首领，参见族长。听说是你抓到的人，还灭了一个据点。属下不敢贪功，很多兄弟参与，还有2人殉职。族长，此人就是杨守安，鼻子极灵，抓了100多个探子，江湖人称杨狗。哦，杨狗，听起来像是我们武家的一条狗。武家永远是我的主人，我杨守安就是武家的一条狗，愿改名武阳狗。武阳狗，好名字，名字不错。请被武家的一条狗抓住，耻辱！不管用任何方法撬开他的嘴。是，族长。此事若能做好，我收你为义子，入武家族谱。遵命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族长，为何要收他为义子？此人无底线，狠辣奸诈，适合暗影军。暗影军，可惜3长老烂泥扶不上墙。镰刀军杨守安因为立了大功，今日拜族长为义父，
各位可来观礼。此人天生一副反骨现象，族长为何会收这样的人做义子？杨守安，今日入武氏族籍，改名武阳狗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入武氏族自称武氏外族，生儿育女皆姓武，杨氏香火断绝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从此清明上坟不祭杨氏先祖，只拜武氏老祖宗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用一句话表述加入武家的决心。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机缘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如今武家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要拥护武氏家族10000万年。算你过关。武家千年传承不灭，皆因老祖宗在天庇佑。杨守安改名武阳狗，入杂圃祭拜老祖宗。好孩子，杨守安拜族长吴海为义父。义父，好好努力，你是最棒的。此刀赠你。刀无鞘，不藏锋。义父教我做事杀伐果断，从此我就是义父手里的一把刀。好刀，可惜武功弱了，去功法阁挑一门刀法。太好了，神秘丹药体修功法，这次我一定要全部弄到手。族长，武阳狗适合暗影军，能否要调给3族长辅助管理？此人真假难辨，明天待他祭拜老祖宗后，高层会议再定。活死人宗那边要盗老祖宗遗体，去和他们的老祖合葬，为了开启宝藏，而他们已派高手潜入。老祖宗遗体上有体修传承，不能出意外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派2饼去毁他们老祖遗体，杀个血流成河。武家肥得流油，每天这么吃，武功不增长才怪。武阳狗，族长让你去祠堂祭拜老祖宗。好，我换身衣服就去。有备无患，不打没把握的仗。这就是武家第1代老祖宗，而棺材里的就是老祖宗的遗体。老祖宗啊，我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，您是我的榜样、灯塔、力量源泉啊！失策了，早知道不哭这么狠。乖孩子，不哭了，去给老祖宗上香吧。老祖宗在上，请受外族孙子武阳狗一拜。要进食。入了武家族品，就是半个子孙。本族眼睛里揉不得沙子。演技不错，让本祖看看你的真心。明人不说暗话咒，去。明人不说暗话。2位，请站好了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。这句话像武朝，族长，这句话像陆家奸细武朝。武朝就是这样开场白的，然后他死了。你有什么秘密，尽管说出来。这么多天，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明人不说暗话，给你们交个实底。我是活死人派当代掌门的弟子，来盗取武家老祖宗遗体。在活死人派帮助下，我加入镰刀军，连破数案，为的就是引起大首领关注。现在果然成功，被送到族长面前。如果我能盗走老祖宗遗体，就能向掌门提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喜欢我的掌门师尊，要向他求婚。50多岁的老女人，你也下得去口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娶了掌门，活死人宗的3000女弟子都是我的。女人越老越有味道，你不懂。天才啊！为了目标不择手段，连50多岁的老女人都下得去口。老祖宗之爱，甘为鹰犬咒。去！义父，孩儿知错了，从今天起为武家效命，做鹰犬。你是又悔改了？让他说完，看看再说。兴许是老祖宗显灵在暗示呢。说说为何效忠武家？你舍得那个50多岁的老女人？我今年29岁，过了年就30了，一头扎进中年，一事无成，没名气，没实力，没钱财，爱上大20岁的女人，被逼丢掉自尊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
我甘为鹰犬，做武家最锋利的一把刀。等我取了掌门，掌控活死人派，就是武家的助力。等拿下掌门，义父如果喜欢，养狗院立马献上。别整这一套，我对这个可没兴趣。活死人派与武家相恨相杀又相爱，怀柔为上，少起杀戮。我们可以将计就计，到了活死人派宝藏。晨晨，通知各位长老，立刻召开高层会议。是。开始今天的会议。杨守安，你把活死人宗的情况说一遍。活死人宗要到老祖合葬，开启宝藏，宝藏中很可能有老祖宗的体修功法。活死人宗欺人太甚，老祖宗遗体不能有闪失。不要激动，我们不妨将计就计，让杨守安回去做内应，盗了他们的宝藏。此计可行，请义父放心，孩儿誓死效忠武家，效壮老祖宗。活死人派宝藏，当年的账该算算了。